他是美国杀手界的顶级杀手之一，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死在自己面前，现在却身受重伤，只能落荒而逃。为了活下来，他转手就送给了路边乞丐一枚价值700万美金的金币。Take me to Tell me it's John Wick. 乞丐看了一眼金币，紧接着在700万美金和这枚金币之间选了后者，然后等追过来的2个杀手正觉得奇怪时，乞丐抬手就是2枪，直接送他们上了西方。能让约翰·威克伤成这样，只因这个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约翰刚解决掉还我狗命后，准备把真理埋进地下，上层的水泥都还没干透，就有不速之客找上门来，又一次打乱了自己的安静生活计划。 Ciao, John. Santino. 约翰本来不打算接桑提诺给他的安排，可对方直接亮出了血石印记，这是他当初选择退出暗杀任务时欠下的人情。可让桑提诺完全没料到，约翰居然敢公开藐视这个血石铁律。就在他表面上客客气气的离开时，实则转头就从后备箱里拿出 R137 防爆发射器，3发榴弹过去，直接炸平了约翰心里最后的那一点善良。显然这回他的做法比维哥的儿子狠多了。约瑟夫杀了约翰的狗，结果赔了命；桑提诺毁了约翰的家，那下场不用想也知道有多严重。 Well, good evening, John. Thank you. Gas leak? Yeah, gas leak. You working again? I'll see you, Jimmy. Come on, boy. All right, John. Oh, shit. 这时的约翰哪还有半点困意，他立马赶到大陆酒店，想打探桑提诺的下落。结果温斯顿告诉他，眼下的局面已经算是最好的收场了。按违约的规矩来算，反倒是桑提诺放了约翰一马。为了答谢对方这次的手下留情，约翰主动约了桑提诺见面。要不是还想着能过回普通日子，桑提诺早就交代在这儿了。 You want me to kill Gianna D'Antonio? I could never do it. She's my blood. I still love her. 桑提诺为了顶替姐姐的高桌席位，简直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一边手上攥着血石契约，一边又想彻底摆脱杀手身份。约翰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暗杀任务。 Never want to waste words. 约翰到了罗马的大陆酒店，周围一切看着都眼熟。他对这一套流程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他先是订了更高规格的全身防弹衣和西装，紧接着再查了卡拉浴场的结构图。最关键的一步是挑最合手的家伙。那把定制版格洛克34口径手枪，经过改装后握起来更顺手，换弹夹也快了不少。阿姆雷特 TT 步枪枪身大概11英寸长，经过升级加固了枪基底座，瞄具放大倍数也调到了6倍。 Do you recommend anything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Something big, bold. May I suggest the Benelli M4? Custom bolt carrier release and charging handle. Textured grits should your hands get wet. An Italian classic. Dessert. Dessert. The finest cutlery. All freshly stamped. 约翰穿上特制防弹衣，腰上挂满了一圈满载弹夹。检查完 M4 弹链和步枪弹夹后，便一个人摸进了浴场地下墓穴。他在几个最适合撤退的位置分别藏好了武器。这时，墓穴上方的杰安娜刚参加完仪式，准备卸妆。她一回头就看见约翰像杀神一样出现在自己面前。 John. 2个相识多年的老友再见，没有半点重逢的温情，只有看透一切后的平静赴死。吉安娜唯一想不通的是，早就隐退的约翰怎么会又走上这条路？当他知道是因为血誓契约的束缚时，他显得很镇定。等听说委托人是自己的亲弟弟，吉安娜脸上只剩满满的失望。为了保住家族最后的颜面，吉安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目送老朋友离开之后，约翰按契约补上了那一枪。就在约翰准备脱身的时候，又有个旧相识认出了他。 卡西恩一听说约翰是来办正事的，马上就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他立刻叫手下追捕约翰，自己火速赶去救吉安娜。在现场动感音乐的掩护下，约翰跟杀神一样，见一个放倒一个，枪枪命中头部。边上蹦迪的那群人简直心大得很，就这么看着约翰一枪接一枪，弹无虚发。短短2分钟里，他总共开了58枪，干掉了24个目标。
到他赶到撤离点时，桑提诺提前派来的人突然就动了手，45人对1人的经典巷战随即打响。这场要命的突围战里，约翰靠着提前藏好的手枪、突击步枪和霰弹枪，一共开了147枪，其中偏了19发，命中率高的吓人，足足有87%。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的射击习惯是先打躯干，再补头，这样既能稳住命中率，致命一击的概率也跟着提高不少。打了10几分钟之后，桑提诺派来的这帮小喽啰最后只剩一个哑女和2个贴身护卫。经历这么激烈的交手，普通人早撑不住了。约翰还没缓过气来，卡西恩又猛地杀了过来。他看到自己老板惨死之后，这仇要是不报，今后怕是没人敢找他当保镖了。两人把子弹打光之后，就赤手空拳的缠斗在一起，从人行道一路扭打到地铁口，又从台阶上滚下去几十米。这身抗打能力真让人服气。两人打得完全顾不上别的，一直拼到了大陆酒店里，才被经理喊停。Gentlemen, do I need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will be no business conducted on the Continental grounds? No, senor. No, sir. May I suggest a visit to the bar, so you can calm yourselves. Gin, wasn't it? Yes. Bourbon. Right. Yeah. 两人虽然表面上坐下来喝了杯酒，但心里想的都一样，都是要干脆利落的送对方上路。约翰先举杯喝了那口酒，反倒无意中救了自己一回。这时桑提诺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追杀他也是被逼无奈，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我雇你去杀我姐姐，但你也要拿命来还。桑提诺这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这番操作简直离谱，难怪约翰一句话没说就挂了电话。桑提诺突然感到大难临头，为了活命，他放出了杀手圈的悬赏令，拿700万美金买约翰的人头。悬赏一出来，整个高桌旗下的杀手几乎同时收到了任务。700万诱惑太大，让他们完全顾不上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算他们占了以多打少的便宜，可对手毕竟是约翰威克。两边从远距离对射打到近身硬碰，最后卡西恩还是没打过约翰，一刀下去直接废了他所有动作。正是因为约翰这种有仇必报、从不留后患的职业信条，才让他在危急关头有人愿意伸手救他一命。面对当初饶过自己一命的夜魔，鲍威决定帮他找出桑提诺的下落。You want a war? Or do you want to just give me a gun? Somebody please get this man a gun. 一把金箔1911自动手枪，外加7发子弹，正好对应700万的悬赏金额。约翰靠着遍布全城的乞丐网络，很快就锁定了桑提诺藏身的地方。两人久别重逢的那一眼对视，就像死神又一次招手。热闹非凡的宴会瞬间变成了大型逃生现场。身上只有7发子弹，确实拖累了约翰的正常发挥。这一段他一边缴敌人的武器，一边不停作战，总共开了90枪，击毙了45个杀手。咱们先不管现不现实，光是看他换弹夹的手法，还有持枪的姿势，整体还是挺专业的。最后在镜面展厅里那场对决，约翰不靠眼睛去看，而是靠脚步声判断对手的位置。等桑提诺的贴身保镖全都被放倒，哑女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这么紧张的时刻，还不忘抛个媚眼。随着大胡子倒下的动静传来，哑女跟老板做了最后的告别。她猛地冲出来，倒是让约翰有点意外，但交手没几个回合，哑女那点体格在约翰面前完全不够看。约翰用他的刀反手还了回去，拿走他的手枪后，没有直接下死手。这时候桑提诺已经逃进了大陆酒店，仗着酒店规矩的保护，就算约翰杀气腾腾的跟进来，他也一点不怕，还不紧不慢的吃了块半生不熟的牛排。面对这么嚣张的挑衅，约翰到底会怎么选呢？ A man can stay here a long time and never eat the same meal twice. Jonathan, just walk away. Yeah, Jonathan. Walk away. What have you done?
Finished it. 电影结尾，约翰虽然报了毁家的仇，可他公然违反酒店规定的代价就是被剥夺了会员资格。按规矩，温斯顿不得不挂出1700万的悬赏进行全球通缉。作为多年的朋友，他给了约翰1个小时，让他能跑多远就跑多远。1个钟头之后，悬赏令就会正式生效。不管约翰走到哪里，遇到的 99.99% 的人都是来拿赏金的。算到极速追杀第2部结束，约翰·威克总共开了455枪，放倒了205个保镖，命中率80%，绝对配得上顶级杀手的称号。要是还没看够，那就一起等着看下一部里约翰怎么从全球追杀里死里逃生。再精彩的解说也不如原片好看。我是大远，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